大家好，在梅雨来临之前呢，下方的稻田已经赶着收割啊，收割完呢就没有掩蔽的景观了前院这块种植区呢，又要成为唯一最有生命力的区块了。除草这件事呢，没有在梅雨季节前尽力除草呢，一连多日的雨水滋润又不方便作为的情况下呢，杂草丛生已经是很难逃避的轮回了。万一有大片的杂草得清除设置堆草槽是提高效率的简易办法了。不然割除的杂草呢，就算割得再快摆放在哪会是很大的问题啦。今天趁杂草丛生的机会呢，拿来利用做土壤改善这堆草槽的效果有多大呢？影片后段会再将别处的经验补上证明在没有烈日下呢，只是阴干2天的效果在没有比较下呢，很难发现速度上的差别虽然可以发现一下就清掉两侧的杂草不过雨水来得很快呢，也就只能先行搁置机械化与手工的差距呢，就摆在眼前下方的稻田已经趁雨来之前呢，快速收成完毕了。后方这一草呢，杂草堆放干化的过程对于快速除草真的是帮助不小啦。顺道看一下这附近环境变化的同时呢，继续把概念说明完整一点反复堆叠在杂草上方，一样还是可以干燥化啦。由于这堆草槽呢是要直接吸地化日后上方的杂草晒干后呢，会将它草木灰化了。期间呢，最主要的目的则是要烧掉上层的草籽而已啦。所以烧制草木灰的过程呢，只需逐层烧掉表层即可对于不方便使用燃烧的方式呢，影片后面呢也会利用隔离层的方式来封存上方的草籽，让它腐化。眼前这若没有说明若只是专心看口的行为呢，可能会误以为这都是杂草啦。事实上呢，槟榔心芋头边采收的同时早也开始被当成篱笆规划进行种植啦。只是种植时呢，并没有进行除草只将种植区进行挖深啦。为了让大家看个清楚只好先进行快速除草。不过这行为呢，让去年做的堆草槽得再延役个几天啦。在进入另外一个做法不使用燃烧的方式之前呢，来看一下斜式棚架的好处这下方呢有做了避免土壤过于湿黏的沟槽设计啦。虽然这阵子没有日照而且一直在下雨从刚才的一侧看呢，会比较看不出斜式棚架的好处啦。但从这一侧来看呢，长江豆受重力自然垂下后呢，就会非常明显在采收上呢也会更加方便了。关于除草与作息的方式呢，随着地点日照的不同制作的方式也有不同啦。这位置的堆草槽呢，因为一旁就有地瓜叶也就不使用燃烧草木灰的方式啦。前次作业一样把杂草堆叠在槽内现在则是进行添加平时将杂草堆置在铁桶里而衍生出来的腐殖土啦。这些经过腐化的过程呢，会存有不少的加速微生物菌虽然这可拿来当非常好用的培养基土使用但若不是使用在封闭的种植空间里呢，因含有大量草籽是不建议直接使用顺道进行处理草籽的方式呢，就是先将它移到堆草槽的下层除了清理这些草籽外呢，也可加速腐化新堆叠的杂草了。覆盖完毕后呢，避免新的草籽作怪就可以铺上一层隔离层了。隔离层的材料呢，可用树枝
或是一些无法扦插就会活的菜叶啦。所以呢，采收完的芋头叶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哈。这日后也可以反复逐层堆叠哈，让它进行腐化了。而含有高植物蛋白、未来食物支撑的大瓶呢，也是充当隔离层的好材料了。毕竟大瓶脱水之后呢，就有快速自动腐化的效果哈。对于大瓶的意外效果呢，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从过往的影片观看啦。本片算是整合应用的影片哈，就不再详细说明哈。而大瓶平时在环绕水池内呢，除了可以避免青苔的生成哈，平时又只需要日照就可以存活的非常好了，还可以当做水底生物的食物哈。加上呢，自我繁殖的速度非常快哈。当数量过多时呢，随手可得之外呢，充当绿肥使用也可以省事不少啊。至于需要添加多少大瓶的数量呢？因为是施作隔离层哈，基本原则就是得把表面覆盖完整了，以避免下方的杂草与草籽呢接受到阳光了。隔离层的概念呢，简单来说就是将植物生长要素哈，阳光、水、土壤其中一个要素给隔绝掉了，这样杂草生长的能力呢，才有办法大大的降低啊。若是不方便透过燃烧清除的方式呢，这也算是治本的方法了。草籽待在隔离层下方哈，时间久了还是很有机会腐化掉。再者呢，就算长出杂草呢，因为下方并不是扎实的土壤哈，要进行拔除也会相对容易啊。从经验与反思哈，在去化杂草的过程中呢，把杂草再次利用呢，并因地制宜的尝试了许多不同的方法啦。而这些方法呢，除了是要加速现在的除草速度哈，也将未来除草时呢，可以更为轻松快速纳入考量。从除草的过程中发现哈，最困难的并不是除草的动作啦，这些杂草的数量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多啦。看起来很多的原因呢，单纯只是因为个头都长得比较高大哈。利用人工进行除草呢，基本上并不会太困难了。而把清除杂草拿来做土壤改良呢，做起来也不会那么单调无聊啊。其实这也算是草生栽培的变形哈，因为这田间主要作物是以蔬菜为主啦，不好直接使用草生栽培的办法啦。若是果树呢，因为比较高大哈，根系也长得比较深，草生栽培则是比较不错的做法。在没有烈日下脱水后的大瓶呢，可以很快速的干化哈，进入腐烂的阶段了。至于一旁的棚架下呢，也是消化杂草进行堆肥的好位置啦。具体做法呢，等下部影片再进行说明哈，让大家先看一下腐殖土壤的效应啊。眼前这芋头长得这么高大哈，实在是很值得研究。这高大的芋头呢，是丢弃不要的幼苗自行长大的啦。讽刺又好笑的是呢，比认真种植的芋头长得更好啊。甚至呢，丢弃在此的川七枝条生长出来的叶片呢，可以到一个手掌大小了。这位置平常日照不高是丢弃堆叠杂草的位置。本来是打算堆叠到一定高度后呢，再利用砖瓦围成一个菜床。现在则是刚好验证了堆草草的强大效应有兴趣了解杂草再利用与菜床进化过程的观众朋友呢，欢迎订阅与继续收看谢谢大家。